最近持有美股科技 ETF 的人心里大概率都在打鼓。曾经稳坐神坛的科技七巨头正在悄悄发生权力更迭。微软、苹果、特斯拉三家老牌龙头被越来越多的机构移出核心叙事。华尔街突然捧出了一个叫 Mangos 的全新组合，不少人还没反应过来，就开始慌自己是不是又要错过新的行情列车。今天这期内容，我们就把这件事儿拆透。你会看懂为什么三家公认的行业巨头会突然被市场排除在核心名单之外，也会搞懂华尔街不停制造这些缩写名词到底在玩什么样的资本游戏。更重要的是，你能看清普通投资者手里的热门 ETF 藏着怎样容易被忽略的风险。大家好，我是智行，这里不做投资建议，只和大家一起把市场背后的逻辑看清楚。很多人的固有印象里，微软应该是 AI 时代的大赢家，早早投资了 OpenAI， 手握 ChatGPT 这个现象级产品，办公软件和云服务也都在快速接入 AI 能力，怎么看都应该是这轮浪潮里的核心选手。但市场的定价逻辑早就悄悄发生了变化。AI 行情的上半场炒的是从0到1的预期，谁先布局，谁有故事，资金就往哪里涌。到了下半场，资本不再听愿景，而是盯着真金白银的收入和利润，看谁真正在靠 AI 收钱。微软现在的处境恰恰是投入还在高峰期，盈利兑现的速度跟不上市场的期待。为了维持 AI 基础设施的投入，微软的资本开支一直在攀升，而 AI 业务带来的增量收入还需要时间才能覆盖巨额的成本。我观察到的信号是，市场已经不再给最早布局这件事儿议价了。入场早不代表能笑到最后，反而可能因为最先进入投入期，率先陷入烧钱的泥潭。当资金开始找确定性的时候，还在投入期的标的吸引力自然会下降。如果说微软是投入期的问题，那苹果面对的就是更核心的话语权问题。在很多人心里，苹果是全世界最能赚钱的科技公司，手里的现金流多到惊人，生态壁垒更是没人能撼动，怎么算都不该在 AI 浪潮里掉队。但这次苹果端侧 AI 的发布，反而把自己的短板摆到了台面上。大家期待的苹果自研通用大模型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和谷歌的合作，核心的 AI 能力要靠 Gemini 来支撑。苹果每年还要为此支付一笔不菲的授权费用，这件事看起来只是正常的商业合作，背后的信号却很重。这等于苹果公开承认，在通用大模型这个 AI 时代的核心赛道上，自己没有足够的自研能力，需要依赖竞争对手的技术输出。我真正担心的不是苹果赚不到钱，而是市场对它的定价逻辑会发生偏移。过去苹果是科技行业的定义者，每一次技术迭代都能引领潮流，但在 AI 这一轮，它从引领者变成了跟随者，这个身份的变化会慢慢反映在估值里。很多散户还抱着苹果最稳的旧观念，觉得不管怎么样都能拿着。但如果只看过去的业绩，很容易错过产业趋势变化带来的估值重构。市场永远在给未来定价，而不是给过去颁奖。三家被移出核心名单的公司里，特斯拉的争议可能最大。过去几年，特斯拉一直是科技股里的流动性标杆，马斯克的一举一动都能牵动整个市场的情绪。电动车、自动驾驶、机器人，每一个故事都能撑起巨大的市值想象空间。但现在市场慢慢发现，马斯克的注意力已经不在特斯拉身上了。SpaceX 的星舰项目、星链业务正在消耗它越来越多的精力。特斯拉的新品迭代节奏、自动驾驶的落地进展都开始低于市场之前的预期。股市里的流动性永远跟着最有想象力的故事走。当一家公司的核心决策者把注意力放到了另一个更有想象空间的业务上，资金的注意力也会跟着转移。特斯拉本身的基本面可能没出大问题，但它不再是那个故事性最强的标的了。我更倾向于认为特斯拉不是不行了，而是它的成长期叙事已经讲完了，从一个颠覆行业的成长股慢慢变成了成熟的制造业公司，估值体系自然会跟着下移。很多人还在用成长股的逻辑看它，自然会觉得市场反应看不懂。如果只盯着特斯拉的电动车销量和利润，很可能会看错资金定价的核心。这一轮科技行情的核心是 AI， 是下一代生产力革命。当一家公司慢慢脱离这个核心叙事，资金的持仓权重自然会下降，旧的故事慢慢褪色，新的概念自然会接棒。很多人可能还没念熟七巨头的名字，华尔街已经造出了新的缩写，也就是最近开始频繁被提起的 Mangos。这个组合一共包含6家公司，
分别是 Meta、Anthropic、Nvidia、Google、OpenAI 还有 SpaceX。光看名单就能发现，这里面 Anthropic、OpenAI 两家都还没有上市，普通投资者根本没法直接买到。很多人会奇怪，一个近一半公司都没上市的组合，为什么要这么早推出来？正常来说，一个行业指数或者主题组合都应该是基于已经上市的公司来编制，没上市的公司根本没法纳入持仓。这件事最有意思的地方恰恰就在这里。华尔街急着推出这个包含未上市公司的概念，不是为了做学术研究，而是为了提前铺垫金融产品。只要这个概念能火，能让散户产生错过焦虑，就能很快包装出相关的 ETF 产品。我观察到的规律是，每一个流行的市场缩写背后都对应着一整条金融产品的产业链，从造概念、炒热度到发行 ETF、收取管理费，最后把筹码交给追高进来的散户，整个流程已经非常成熟。很多散户以为这些缩写是市场自然形成的共识，其实很多都是机构有意推动的结果。把零散的公司打包成一个好记的名字，就能降低传播成本，更快地调动散户的情绪，方便后续的产品发售。这里面有一个很容易踩错的坑，很多人看到新概念出来，就急着找相关的 ETF 买入，觉得自己提前布局了下一代核心资产。但你买到的 ETF 很可能只是蹭上了这个概念，持仓和真正的核心公司差得很远。尤其是那些包含未上市公司的概念，你根本买不到真正的标的。市面上所有相关的 ETF 都只能买已经上市的那几家，本质上还是原来那些公司换了个新名字包装。你以为上了新车，其实还是原来那辆车，只是换了个车标。其实 Mangos 不是最近唯一冒出来的新概念，这段时间市场上还出现了 Parabolic、7AI 十巨头等等各种各样的新说法，名字五花八门，听起来好像各有侧重，但你真的把这些组合的持仓拆开看，就会发现它们的重合度非常高，翻来覆去都是那几家 AI 核心公司，只是有的多加了几家软件公司，有的加了几家半导体公司，本质上都是同一个 AI 叙事下的不同包装。很多散户特别喜欢买不同的主题 ETF， 觉得这样就是分散投资，能降低风险。今天买个7巨头 ETF， 明天买个 AI 龙头 ETF， 后天再买个半导体 ETF， 以为自己做了很完善的资产配置。但实际上，这些 ETF 的底层持仓高度重合，涨跌逻辑完全一样。你买的不是不同的资产，只是同一个故事的6、7种不同说法。看起来持仓分散，实际上风险高度集中。一旦蓄势退潮，所有产品会一起下跌。这也是很多普通投资者最容易误判的地方，把产品数量的分散当成了风险的分散。华尔街恰恰利用了这一点，把同一个核心资产包装成各种各样的主题产品，卖给想要分散风险的散户。我提醒下大家，判断持仓是不是真的分散，不要看你买了多少只基金，也不要看基金的名字是什么，要看底层的持仓标的，还有他们的涨跌逻辑是不是一样。如果所有持仓都绑定同一个产业叙事，那根本算不上分散。表面上看是给了你更多选择，实际上都是换汤不换药的同一套东西。造词的速度越快，说明机构越需要新的故事来吸引资金进场，也说明原来的故事已经撑不住现有的估值了。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概念，普通投资者最常见的心态就是焦虑，总怕自己慢一步就错过下一个机会，总想着等风险都消失了再进场，又怕到时候已经涨高了。但真正的机构资金从来不会等风险消失。金融市场本身就是风险和收益并存的地方，只要你在这个市场里，就永远要面对风险。聪明钱做的不是逃避风险，而是给风险重新分类。他们会分辨哪些风险是短期的情绪波动，哪些是长期的趋势转折，哪些叙事是有基本面支撑的产业趋势，哪些只是资金炒作出的短期热点，然后把资金放到确定性最高的方向上，而不是到处追热点。很多人觉得机构就是喜欢炒新概念，其实不是。机构只会在概念刚起来的时候利用情绪炒作，真正的长期资金永远盯着实实在在的基本面。故事可以讲一时，但长期的价格终究要靠业绩支撑。如果不想被这些造词游戏牵着鼻子走，不用逼着自己记住每一个新出来的缩写，你只要建立一套自己的观察标准，就能分辨出哪些是真正有价值的公司，哪些只是包装出来的热点。真实的资本开支是很重要的一个判断标准，一家公司是不是真的在参与这轮产业浪潮，
不要听他怎么说，要看他怎么花钱。真金白银砸产能、砸研发、砸基础设施的公司，才是真正在卡位的玩家。比如英伟达在不断扩张芯片产能， Meta 在持续投入数据中心建设，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巨额投入。没有真金白银的投入，只靠发布会讲讲故事，很快就会被市场证伪。除了真金白银的投入，营收的兑现速度同样关键。故事讲得再动听，最终都要落到收入上。A 相关的业务能不能持续带来高速增长的营收，能不能慢慢贡献利润，是检验一个公司是不是真核心标的的关键。很多公司股价涨了很多，但 AI 业务的收入占比还微乎其微，这种上涨就更多是情绪驱动，随时可能出现回调。只有营收能持续兑现的公司，才能真正享受到产业浪潮的长期红利。除此之外，技术或者生态的不可替代性也是核心的判断依据。这个时代的核心资产一定有别人拿不走的壁垒，可能是最顶尖的芯片制造能力，可能是最成熟的大模型生态，也可能是最庞大的用户数据沉淀。没有壁垒的公司，就算暂时蹭上了热点，也走不远。一旦行业竞争加剧，或者有更强大的玩家进场，最先被淘汰的就是没有核心竞争力的跟风者。我最想让大家带走的，不是哪个组合更好，哪个公司更值得买，而是这套判断的逻辑。不要让华尔街替你定义什么是核心资产，你要自己学会分辨什么是真正的趋势，什么是包装出来的陷阱。市场最热的时候，往往也是概念最泛滥的时候。这时候最需要的不是跟风，而是停下来想一想，支撑价格上涨的逻辑到底是实实在在的产业进步，还是只是资金编织出来的美好故事。其实回头看美股这10几年的科技行情，从最早的 FANG 到后来的 FANG， 再到前2年的科技7巨头，一直到现在的 Mangos， 缩写的名字一直在变。每一次换名字背后都是一轮产业逻辑的切换，也是一次资金的大迁徙。旧的龙头不是突然不赚钱了，而是他们的成长故事已经讲完了，资本需要找到新的有更大增长空间的故事来容纳海量的资金。没有永远的神坛，也没有永远的核心资产，市场永远在向前看，永远在给未来的想象力定价。能跟上时代的公司就会被放进新的组合里，跟不上的就会慢慢被资金边缘化。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最危险的不是没抓住新机会，而是抱着旧的认知不放，或者盲目去追每一个新出来的概念，最后要么在旧标的里慢慢承受估值下移，要么在新概念的高位接盘。你觉得这一轮 Mangos 的流行是产业趋势变化的真实反应，还是华尔街又一轮的概念包装？如果让你选出下一代科技核心资产，你最看好哪一家公司？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如果你也希望在市场概念层出不穷的时候保持独立的判断，看懂资金运作的底层逻辑，可以订阅这个频道。后续我们会继续拆解更多市场热点，帮大家从噪音里找到真正有价值的信号。最后还是要和大家说明，今天所有的内容都只是基于公开信息的个人观察和分析，仅提供一个看待市场的角度，不构成任何形式的投资建议。每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周期都不相同，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都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独立判断。金融市场永远充满不确定性，再热门的叙事也可能随时转向，保持理性，永远把风险放在第一位。